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真巴勒斯坦和假以色列。中东局势再一次紧张起来，也牵动着每一个关注这块土地的人。最近一段时间，网络上相关的节目铺天盖地。对于我这个不想蹭流量的人，真的不是很愿意制作相关话题的节目，但是作为一个有独特观点的频道，仍然有义务要将一些大家可能忽略的事情告诉大家。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个真巴勒斯坦和假以色列。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标题呢？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间，似乎针对中东局势的频道都是在老生常谈，都是把过去大家知道的一些陈年旧事再一次整理回放给大家。这种炒冷饭的节目我觉得没有多大的意思，除了能够赚取一些流量以外，几乎没有什么营养。一些福音类的频道这一次也瞄准了机会，运用圣经中的记载，对当下的局势加以分析。不过以撒和以实玛利的故事似乎讲得太多了，而知道这些就能明白中东的问题了吗？这其中有没有被我们忽略的问题呢？作为一个有独特观点的频道，今天我要给大家揭示一些你不太关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却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来说真巴勒斯坦。对于巴勒斯坦，我们通常都认为现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整个区域都叫巴勒斯坦地区。在1947年以后，不断的被以色列所蚕食，到现在几乎是消失殆尽了。虽然中东国家不断地警告以色列不要再扩大领土了，但事实上以色列总在不断地扩大，巴勒斯坦在不断地缩小。提起巴勒斯坦，我们觉得这些人就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而且按照人种来说属于阿拉伯人，所以宗教信仰主要为伊斯兰教，这样就可以将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冲突联系到圣经之中。以色列代表整个犹太人群体，巴勒斯坦就代表着伊斯兰世界。其实这种分法是有问题的，如果巴以冲突最终导致了以色列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战争，那么可以将以撒和以实玛利的故事套在其中。但是如果单纯的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对抗，其实所对应的却是圣经中另外的一段故事。首先，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巴勒斯坦的含义。巴勒斯坦这个词让我们不免的会想起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等这些叫做斯坦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可事实上，巴勒斯坦与这些中亚的各斯坦国家没有任何关系。英文中很明显，斯坦一词的后缀是 stam， 而巴勒斯坦的英文则是 Palestine， 而阿拉伯语中巴勒斯坦则为 Philistine。 您觉得熟悉吗？是的，巴勒斯坦一词就是源自非利士。我们看到现在的加沙走廊是一段狭长的沿海领土。如果我们回去看古代以色列大卫王时期的地图，是不是同样可以看到一段狭长的沿海土地呢？其实今天我们对巴勒斯坦的称呼就是圣经中所记载的非利士。而非利士对以色列人的战争，从士师记中的
参孙那个时代，一直打到以色列和犹大王国时期。最后，非利士与犹大国都被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所灭。后来，这片土地又被罗马帝国统治。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将整个一个区域都称之为巴勒斯坦，也就是非利士。后来，阿拉伯帝国兴起，占领了这块土地，巴勒斯坦人的语言和宗教逐渐被同化，而骨子里其实还是当初的非利士人。由于几千年来这片土地上各种民族杂居，今天的巴勒斯坦人种已经变得非常的复杂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巴勒斯坦人种是完全区别于阿拉伯人种的。也就是说，虽然宗教上同属于伊斯兰教，而人种上并非阿拉伯人。有一点像今天的伊朗，虽然同属于伊斯兰教国家，但是伊朗的主要人种是波斯人种，而不是阿拉伯人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巴勒斯坦作为非利士人的继承，加沙走廊应该算是他们自古以来居住的地方。而自古以来，以色列的国土跟这块土地就没有什么关系。当然，这只是我根据圣经和历史的记载跟大家做的一个推论。如果从圣经和历史的角度来看，约旦河西岸作为古代以色列王国的土地，今天的以色列想要争取回来是情理之中的。但是加沙走廊自古以来就是人家非利士人的土地，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染指过这片土地。虽然古代非利士人的土地与当今的加沙走廊并不能完全的吻合，只是大致的接近，但我们不得不说，圣经中的记载，以色列人就从来没有战胜过这片土地。所以今天如果以色列想要占领加沙走廊，我觉得这并不符合圣经的应许。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并不是阿拉伯人，他们是非利士人的基础，是真巴勒斯坦。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假以色列。我们知道犹太人自公元前586年彻底亡国以后，自1948年都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到处流浪，到处漂泊。很多犹太人已经和外邦人通婚，并且信仰上也改变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犹太人，是真正信奉犹太教的犹太后裔，而这些人在当今的以色列其实数量是相当少的。以色列的犹太教已经严重的被世俗化了。著名牧师大卫·鲍森在一次讲道中分享，有一次在他访问以色列的时候，与当时的以色列总理见面，而以色列总理告诉他，他们其实根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你觉得一个各种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这会是神的选民的国家吗？以色列人竟然可以自由地敬拜别的神了。不仅在信仰上，以色列没有坚守，在世俗中也不断地让步。你相信一个同性恋合法的国家是神的国度吗？那些拿着彩虹旗的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吗？以色列王国从扫罗王到西底家400多年的时间彻底的败坏了。今天的以色列只有70多年，而败坏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当年的犹大国。今天的以色列人在我眼里是假以色列人。罗马书中记载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我觉得说的并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以色列人。天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所以世上真正爱主的门徒是不多的。
真以色列人则更在少数。我们眼里看到的不过是假以色列人与真巴勒斯坦人几千年都没有打完的一场战争。真正的以撒和以实玛利的后代相争并没有开始。非利士人并非迦南地区的土著居民，他们与以色列人都是后来才来到这片土地上的。几千年的战争中，非利士人从来没有被以色列人完全的消灭。著名的非利士人勇士巨人歌利亚，头戴铜盔，身穿铠甲，在当时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锻造技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是不是也同样的继承了这种优秀的锻造技术呢？以实玛利的后代很难因为外族人的原因彻底的与以撒的后代撕破脸皮，除非有新的情况发生。在这个乱世中，其实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是不多的。我们一直被各种世俗所拖累，却没有时间静下来好好的思想，我们到底还要顽梗的依靠自己胜过这个世界，还是寻求神的帮助呢？战争是残酷的，也许今天还离我们很遥远，转眼间就来到了我们的面前。而当这一切真的要来临的时候，总不要惧怕，要依靠神。最后，我们来分享诗篇56篇。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踪，等候要害我的命。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神啊，求你在愤怒中使众民堕落。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后退。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